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近年来，肠活已成为热门话题。肠活是指通过注意饮食和进行必要的运动来改善肠内环境的活动。因为肠活的流行，到处都可以看到含有乳酸菌的饮料和食品。大家对乳酸菌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可能会认为它对肠胃有好处，对健康有益吧。但实际上，这只是乳酸菌所具有的力量的一小部分。乳酸菌拥有解决我们心理和身体所有问题的能力，可以说一点也不夸张。乳酸菌能够调节和保护我们的肠道，这是与免疫功能和大脑激素分泌等相关的重要器官。除此之外，最近的研究还发现，乳酸菌对改善血液和口腔环境、减轻过敏症状等方面也起到了作用。乳酸菌不仅可以增强我们的身心，而且可以说是救世主般的存在。本次我想解释一下后藤利夫医生所著的《乳酸菌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本书。这是一本非常有学习价值的书籍，让我们马上开始吧。今天的视频内容安排如下：第一，关于乳酸菌在各个方面对健康的支持；第二，选择适合自己的乳酸菌的方法；第三，乳酸菌生活的方法，让乳酸菌发挥最大的功效。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解释第一部分。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乳酸菌数量会逐渐减少。如果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婴儿时期有超过100亿个菌的肠道菌群，在50岁左右会自然减少到约1亿个，也就是说减少了100倍。近年来，由于不规律的饮食和极端的节食等原因，年轻人自己的肠道乳酸菌数量也大大减少。当乳酸菌数量减少，肠道失去活力时，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患病，慢性便秘和过敏症状可能会加剧，表现出各种不良影响。为了避免这些问题，让我们重视培养和补充正在您的肚子里工作的乳酸菌，增加它们的数量和活力，增加肠道乳酸菌，并让它们保持活跃，对于健康和长寿非常重要。微生物对身体有益的作用被称为益生菌，而乳酸菌的力量在医学界也备受关注。现代医学的中心是通过药物控制数值来应对生活习惯病，而益生菌则可以借助菌群的力量，从体内改变体质，预防疾病而不需要依赖药物。如果可以预防疾病而不依赖药物，那当然是最好的了。为了利用乳酸菌的力量，我们需要每天以正确的方式摄取并补充乳酸菌，这一点非常重要。通过摄入乳酸菌，肠道会变得清洁整齐，体质会逐渐改善，并获得各种健康效益。这已经在许多实验研究中得到证明。例如，已经报道了以下效果：一、增强免疫系统，减少感冒和流感的发生；二、缓解因免疫系统异常引起的花粉症和过敏性鼻炎症状；三、降低遗传性湿疹体质的发生率；四、大大减少引起胃溃疡等问题的幽门螺杆菌；五、减少口腔中引起牙周病的细菌，改善口臭。免疫力增强意味着不容易患癌症和各种感染病，即使患病也容易治愈，变得更加健康和强壮。此外，乳酸菌对于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和血脂异常等心脏病和中风的因素也有作用。例如，它可以将脂肪分解为脂肪酸，抑制吸收，防止血压上升，使血管年龄变年轻，缓解血糖上升，降低血液中胆固醇水平，调整恶性胆固醇和良性胆固醇的平衡等。乳酸菌的好处实在是数不胜数。乳酸菌还有以下的效果：一、调整自律神经平衡，使心情平静；二、改善皮肤状况；三、预防和改善蛀牙和牙周病。如果您之前认为乳酸菌只是对肠胃有好处的话，那么乳酸菌对人体的许多好处可能会让您感到惊讶，尤其是对于皮肤和口腔环境的好处，您可能会有一些直观的感受。但为什么乳酸菌还能够使心情平静？这个效果可能让人感到奇怪。在这个心理疾病增加的时代，我们应该好好理解这一点。乳酸菌能够保护我们的心灵，这是因为乳酸菌与我们的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我们的器官基本上是由大脑和脊髓发出的指令来控制运动的。
其中副交感神经是其中之一，主要受到大脑的控制。根据副交感神经的影响，在需要时它会积极工作，而在不需要时则会休息。然而，肠道还拥有独立的神经网络，被称为肠神经系统。即使没有来自大脑的指令，它也可以独立运作。在器官中，只有肠道具备这种能力，所以肠道被称为第二个大脑。大脑和肠道都有独立的神经网络，它们相互影响，这被称为肠脑相互作用。肠脑相互作用的明显现象是，当紧张或受到压力时，肠胃容易出现问题，便秘持续不退，情绪低落等。在这种现象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一种神经递质，即血清素。血清素也被称为幸福激素，它可以使我们感到平静和幸福。虽然幸福激素通常与大脑有关，但实际上有80%到90%的血清素是在肠道中产生的。血清素在肠道中扮演着促进结肠蠕动的重要角色。血清素不足会导致肠道运动不畅，引发便秘。所以，正常的结肠蠕动是肠道状态的体现。便秘状态意味着肠道情绪不佳。相反，过量分泌血清素会导致肠道过度活跃，引发腹泻，这是肠道的亢奋状态。过敏性肠症也是这个原因。如果便秘持续，不仅会影响肠道，还会导致大脑中血清素的分泌不良，最终心理和身体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虽然有些解释可能有点复杂，但通过乳酸菌调整肠道环境可以消除便秘，保持血清素的正常分泌功能，这也与调整肠道状态有关。所以，乳酸菌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着积极影响的原因，实际上包括乳酸菌在内，约90%的细菌居住在我们体内，远远超过人体细胞的数量种类，大约有几百种，重量大约为1到2公斤。这么多的细菌紧密地附着在我们的肠壁上。最近的研究发现，它们并不是单个细菌单独活动，而是形成块状生存，类似于品种各异的花坛，因此也被称为肠道菌群。肠道菌群不仅包括乳酸菌等所谓的益生菌，也包括过多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的有害菌。在肠道中，益生菌进行发酵活动，有害菌进行腐烂活动。这些菌只是各自进行生存活动。对我们人类来说，发酵和腐烂，哪个对身体更好呢？想象一下发酵食品和腐烂食物，您就会明白了吧。益生菌通过摄取糖和膳食纤维产生乳酸和醋酸等，使肠道呈弱酸性。有害菌通过摄取蛋白质和脂肪使其腐烂，产生致癌物质和毒素，使肠道呈碱性。您可能经常听到与健康相关的话题中提到增加益生菌的原因。原因如下：首先，当肠道中益生菌占优势时，肠道保持弱酸性，可以抑制有害菌的增殖和有害物质的产生。另外，从体外进入的某些菌等更喜欢碱性环境，所以如果肠道呈酸性，它们通常会被酸杀死。然而，有害菌能够分解蛋白质，将其排泄为粪便，所以这些菌不能完全消失，平衡是关键。理想的肠道菌群平衡被认为是益生菌占20%，有害菌占10%，中性菌占70%。我们经常听说要摄取乳酸菌来维护肠道健康，或者乳酸菌对美容至关重要。但实际上，最近并没有名为乳酸菌的菌存在。乳酸菌是指一类能够分解糖类产生大量乳酸的细菌的总称。当提到乳酸菌时，可能会强烈联想到乳制品，但实际上，乳酸菌存在于自然界的各个地方，不仅存在于人和动物体内，还存在于地中海植物等。我们人类对乳酸菌的认识比乳酸菌存在的时间更久远。从古代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利用它们的发酵能力制作食物，例如味噌和奶酪。酸奶和奶酪中含有动物来源的乳酸菌，而味噌、酱油等中含有植物来源的乳酸菌。动物来源的乳酸菌以牛奶和山羊奶中的乳糖为食物，在进入人体肠道后仍然可以存活。植物来源的乳酸菌以植物中的葡萄糖、果糖和蔗糖等为食物，在胃酸的作用下更容易存活并到达人体肠道。
除了乳酸菌、益生菌，还包括纳豆菌、酵母菌和曲菌等。然而，乳酸菌占据了鳝鱼菌的绝大部分。支持乳酸菌这个大势力将对创建优势益生菌的肠道菌群产生巨大的贡献，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为了获得身心健康的明亮和活力的每一天，乳酸菌生活是一种非常常见且相对容易养成的方法。我建议您开始尝试一下。乳酸菌的种类非常多，实际上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乳酸菌，并不是什么都摄取乳酸菌就好。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那么，在第二部分中，我想向大家解释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乳酸菌。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讲述了乳酸菌对我们的健康扮演的重要角色。乳酸菌在有限的肠道空间中与有害菌进行领地争夺。然而，无论年龄多么年轻，乳酸菌能够健康活动的环境都会因为不良生活习惯、暴饮暴食等而逐渐崩溃。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支持有害菌的行为。为了自己的心身健康，请成为乳酸菌的盟友，珍惜肠道中的乳酸菌。为此，停止不良生活习惯、暴饮暴食等是非常重要的。但即使这样说，完全停止也是困难的。偶尔和大家一起去喝酒，也是一种放松和解压的方式。因此，为了支持乳酸菌，通过饮食每天坚持以下2种方法是可行：一、充分摄取乳酸菌，向肠道派遣原菌；二、摄取富含食物纤维和寡糖的食物，以支持乳酸菌的作用。除了这些基本作用外，每种乳酸菌还有自己的专长领域。因为乳酸菌是一个总称，指的是能够分解糖类产生大量乳酸的细菌。例如，对抑制血糖上升效果显著的乳酸菌，对于希望改善高血糖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想改善体质并缓解过敏症状，那么摄取对免疫细胞有良好效果的乳酸菌是积极推荐的。而希望获得肠道调整作用和美肤效果的人，则可以通过摄取居住在大肠中的双歧杆菌来获得效果。对于含有乳酸菌的食品来说，最方便每天摄取乳酸菌的是什么呢？那么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食品，没错，就是通过将牛奶发酵而制成的酸奶。作者表示，每天食用酸奶可以支持肠道中的乳酸菌，并改善体质。酸奶中还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钙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此外，牛奶中的蛋白质、脂肪和糖分在一定程度上被分解，减轻了对肠道的负担，这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点。当然，并不仅仅是酸奶是含有活性乳酸菌的食品，味噌、酱油、奶酪、泡菜等也是利用乳酸菌的力量制作而成。但如果每天食用的话，酸奶可能更容易持续下去。因此，作为乳酸菌生活的入门，我想介绍一下如何选择酸奶。即使不能食用乳制品或无法食用乳制品的人，也可以考虑从酸奶以外的食品中摄取乳酸菌，这将对您很有参考价值。豆浆、杏仁奶等通过发酵制成的酸奶也是不错的选择。此外，腌制食品、泡菜、榨菜、酱油、味榄和酒等其他发酵食品也可以摄取足够的乳酸菌，因此可以考虑从这些食品中摄取乳酸菌。接下来，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如何选择酸奶作为乳酸菌生活的入门。对于那些不食用乳制品或无法食用乳制品的人来说，听取这些信息可能会有很多有用的建议，但是请记住，肠道菌群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哪种酸奶更好。您只有尝试才能知道哪种菌对您来说更适合。所以一开始不要过于深入思考，选择你感兴趣的产品，或者根据包装上标注的美肤、缓解便秘、减肥、增强免疫力等健康效果，选择符合您需求的一款酸奶。选择好一种后，建议您连续食用该酸奶2周，看看是否有效果。如果有效果，就继续坚持食用；如果效果不明显，就尝试其他酸奶。只有通过这样的反复尝试，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酸奶和乳酸菌。那么，为什么需要持续2周呢？因为肠道环境的改变需要时间，乳酸菌不会在2-3天内迅速增加。即使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乳酸菌，也会受到胃酸等的影响。
只有少部分能够存活到达肠道。外部摄入的乳酸菌在肠道中的寿命大约为2周，所以需要每天持续摄入，并逐渐增加肠道中的乳酸菌数量。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目的不同，有些效果可能需要超过2周的时间才能感受到。本书总结了根据症状开始出现效果的时间，如下所示：在2周左右开始见效的有便秘、皮肤问题、牙周病、口臭、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血症、高尿酸血症等。从第3周开始见效的有肥胖、压力、幽门螺杆菌等。在大约5周左右开始见效的有湿疹、花粉症、流感、免疫力提升、溃疡性结肠炎等。而对于季节性流行的花粉症、流感等症状，需要在症状开始出现的前3个月以上开始摄入乳酸菌。另外，虽然吃不同种类的酸奶，每天轮换也是可以的，但为了充分利用乳酸菌的效果并改善体质，还是建议了解适合自己的酸奶和适合自己的菌种。此外，即使没有感受到预期的效果，摄入的乳酸菌仍然会在肠道中发挥作用。对肠道是有益的，所有乳酸菌都具有使肠道酸性化的作用，这是它们的共同点。酸奶不是药物，而是食品，所以并不是所有厂家宣称的效果都一定会出现，也没有像药物那样的即时性效果。但与药物不同，酸奶几乎没有副作用，可以逐渐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请记住这一点，即使乳酸菌在到达肠道之前就死亡了，它们也不会没有任何效果。死菌也可以用作增强免疫系统的一种方式，而且即使死了，对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等作用也不会改变。而深度菌则成为居住在肠道中的乳酸菌的食物，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肠道菌群平衡，使有益菌占优势。对于标注为经过杀菌处理的乳酸菌食品，因为即使乳酸菌死亡，它们仍然具有增强免疫系统的作用。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说过，乳酸菌是益生菌吗？益生菌是指对人体有益的微生物，而类似的词语还有益生元。益生元是指能够增加肠道中有益菌并使其健康的成分。益生元可以抵达肠道而不被食道或未分解，成为有益菌的食物，并具有抑制有害菌繁殖等特点。其中代表性的有寡糖和膳食纤维。通过同时摄入寡糖和乳酸菌，乳酸菌的活动能够更加活跃。乳酸菌喜欢糖类作为它们的食物，但并不意味着摄入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就更好，因为大部分糖类在到达乳酸菌之前就被人体吸收了。相比普通糖类，寡糖的卡路里约只有1半，而且寡糖可以抵达肠道，乳酸菌也会因此而受益。此外，寡糖在人们的印象中可能更多与人工甜味剂联系在一起，但其实豆类、豆制品、牛蒡、芦笋、洋葱等蔬菜中也含有寡糖成分。同时，寡糖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通过与乳酸菌同时摄入，可以提高肠道环境改善的效率，因此强烈推荐同时摄入。接下来第3部分，我想向大家介绍乳酸菌最大限发挥功效的乳酸菌生活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到，为了改善体质，每天摄入适合自己的乳酸菌是最好的。下一个大家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吃比较好，以及吃多少才合适的信息。在这个方法中，将选择5个乳酸菌生活方法来介绍。方法1：选择最佳的酸奶食用时间。方法2：每天应该食用多少酸奶。方法3：有没有衡量酸奶中乳酸菌功效的指标。方法4：是否可以同时食用不同种类的乳酸菌食品。方法5：哪些食材中寡糖和食物纤维含量较高。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接下来我将逐个具体讲解。首先是乳酸菌最大限发挥功效的乳酸菌生活方法1：选择最佳的酸奶食用时间。酸奶最好在饭后食用，因为饭后胃酸浓度较低，乳酸菌更容易存活并到达肠道。即使早餐比较简单，以酸奶为主，也建议在吃酸奶之前先吃些水果或蔬菜等轻食。那么早午晚餐中的哪个时间段食用酸奶更有效呢？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特别在意的必要。每天在固定的时段食用酸奶，
就不容易忘记。即使一天忘记吃一次酸奶，乳酸菌数量也不会急剧减少，只要发现后再补充就可以了。然而，对于那些希望获得血糖、胆固醇、血压等方面效果的人来说，建议每餐后都食用酸奶。根据作者的建议，每天食用1个酸奶已经足够，但也推荐在早餐、午餐和晚餐中分别加入含有乳酸菌的食品，比如早餐可以搭配味噌汤，午餐可以搭配泡菜，晚餐可以选择酸奶等。接下来是乳酸菌最大限发挥功效的乳酸菌生活方法的第2个，每天应该食用多少酸奶？那么一天摄入酸奶的合理量是多少呢？根据各种实验结果，据说每天连续摄入200克酸奶2周才会有效果。然而，即使我们知道酸奶对健康有益，过量摄取酸奶会超过所需的脂肪和糖分，对身体并不好。作者的观点是，每天摄入100克的单人份酸奶即可，200克的量相当大了，特别是对于肥胖或脂质异常的人来说，要注意不要过量摄取，并选择低卡低脂的酸奶。正如之前提到的，如果考虑到血压、血糖、胆固醇等方面的效果，最好是在每餐后都食用酸奶。接下来是乳酸菌最大限发挥功效的乳酸菌生活方法的第3个，有没有衡量酸奶中乳酸菌功效的指标？对于这个问题，一个指标是乳酸菌的数量、到达肠道的比例和在肠道中存活的天数，均数应该在110以上，并且有说明能够存活到肠道的产品选择酸奶时，可以以这些指标为基准进行选择。然而，最终判断一种菌是否优秀、是否适合自己，还是需要实际尝试2周，并根据自己的身体判断。顺便提一下，无论是饮用型酸奶还是固体酸奶，如果含有相同的菌种数量，那么效果是相同的。选择饮用还是食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决定，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是乳酸菌最大限发挥功效的乳酸菌生活方法的第4个，是否可以同时饮用或食用不同种类的乳酸菌食品？总的来说，不同种类的乳酸菌是属于同一家族的，它们喜欢共同生存的环境，因此它们之间并不会发生竞争。所以，对于动物来源和植物来源的乳酸菌，同时食用也是一样的，您可以放心食用。接下来是乳酸菌最大限发挥功效的乳酸菌生活方法的第5个，含有寡糖和食物纤维的食品。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富含益生元的代表性食物，即寡糖和食物纤维。我希望大家每天都能摄取这些食物，与乳酸菌一起建立健康的肠道。每100克中富含寡糖的食材有芝麻酱 7.0 克、牛蒡 3.6 克、洋葱 2.8 克、青葱 2.8 克、纳豆 2.0 克、蜂蜜 1.5 克、大蒜 1.0 克、香蕉 0.3 克。因此，推荐从这些食物中补充寡糖。富含食物纤维的食材包括谷物、豆类、蔬菜、种子坚果、马铃薯、可可、蘑菇、海藻等。平衡地摄取不溶性和水溶性食物纤维是关键。希望大家对乳酸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虽然大家知道乳酸菌对身体有益，但可能还不了解更多的信息，只是因为听说它好，所以随便吃点酸奶之类的。我希望能让大家真正了解乳酸菌的强大之处，有信心开始乳酸菌生活，拥有健康的肠道和强壮的身体。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